都给老子快点走！装什么死？你们以为自己还是京城里娇生惯养的侯爷小姐吗？到了这宁古塔，你们连条狗都不如！搞什么飞机？老娘堂堂龙国一局特级工程总监，手底下管着上百个亿的国家级基建项目，哪怕连熬3个大夜画图纸猝死，也不至于给我安排这么个地狱开局吧？原主，大楚王朝镇国侯府嫡女，半个月前，侯府被奸臣诬陷谋反，全家抄家流放宁古塔。那狗皇帝为了极尽羞辱之能事，竟然把遭人暗算挑断手脚经脉的大楚战神萧寒金赐婚给了原主。打包一起扔到这极寒边关，真是够狠！哎呦喂，我的老天爷呀，这造的是什么孽呀？都怪你那个短命的爹，非要充什么忠臣，害得我们二房跟着受牵连。楚宁，我告诉你，到了地方你休想分我们大房一口吃的，带着你那个残废男人自生自灭去吧！二夫人，您怎么能这么说？当初侯爷在的时候，您哪次不……小唐，退下。二婶有这力气嚎丧，不如多喘口热气暖暖肺。这地方零下30度，人在极度饥饿和寒冷的情况下，体温一旦低于35度就会出现幻觉。再喊2声，我怕你连明天的太阳都见不到。到了，前面的就是你们以后的住处。这怎么住人呢？这不是要我们的老命吗？看什么看？有的住就不错了。这破庙可是上面特意给你们侯府留的风水宝地。哼，你们就在这露天院子里睡吧。明早要是还有喘气儿的，老子再来给你们派活。哟，这不是咱们战无不胜的萧王爷吗？怎么不动了？要是冷，你倒是站起来跑2圈啊！废了，彻底废了。今晚就是我的死期了吧？这样也好，总比像条狗一样活着强。表皮温度极低，肌肉开始僵硬，这是重度冻伤前兆。再在雪地里躺半个时辰，这2条腿就可以直接截肢了。别管我，滚！闭嘴！老娘从不抛弃自己的施工材料，也从不放弃自己的人。小姐，正殿进不去啊，那石头那么大，几头牛都拉不开，我们在院子里会被冻死的。楚宁，你还真把自己当菩萨了。你带着那个残废，连个挡风的墙根都抢不到，今晚就等着变成冰雕吧。谁说我们今晚要睡院子？这破庙，老娘今天不仅要住进去，还要睡在最里面。小桃，去把那辆破板车的车轴给我拆下来，再去四周找3根最粗的原木和诧异丢下的麻绳。小姐，你要干什么？干什么？给你家小姐我打个下手。今天我就让你们这群古代土鳖开开眼，什么叫改变世界的物理学？开车轴？疯了！这女人绝对是冻疯了。楚宁，你以为你是楚霸王转胜啊？那块断龙石少说也有3、4千斤重，别说是你一个细皮嫩肉的小丫头，就是把咱们这群人全填进去，也挪不动它分毫。哼，你赶紧消停点，别白费力气了。侯门千金就是花样。行啊，老子今天就站在这儿看戏。你要是能把这块石头挪开，老子以后管你叫姑奶奶。长约3米，直径半米，材质是轻质刷钢岩，密度大约在2.8克每立方厘米，总重量预估在3500斤左右。纯靠人力确实是痴人说梦，但只要利用好摩擦系数和滑轮组，也不是不能4两拨千斤。小姐，木头和绳子找来了。干得好，小桃，把麻绳的这头系个死结。对，就是这样，绕过那根承重梁。装神弄鬼，弄2根破绳子在天上绕几圈，就能把石头拉起来。哼，简直滑天下之大稽。
齐活。小桃，过来。待会儿我喊1、2、3，你就把全身的重量都压在这根木筹上，死命往下压，听懂了吗？懂了，小姐。行了行了，别搁这儿演杂耍了，天马上就黑透了，准备受冻吧。给我一个支点，老娘今天就撬动这极寒地狱！1、2、3，压！动了！老天爷啊，石头动了！这怎么可能？见鬼了，真的见鬼了！这女人难道是天生神力？不对，是那些绳子。还没完，别愣着！用脚把你旁边那些木棍踢到石头底下去当滚木，撤力！给老娘滚开！王钗头，你刚才说我要是能挪开这块石头，你叫我什么来着？还愣着干什么？战神大人，跟我进屋，咱们今晚睡好觉。当家的，快进屋！这死丫头既然打开了门，咱们可是长辈，理应睡在最里面。长辈，抄家的时候你们把侯府的罪名全推到我爹头上，刚才还咒我和我夫君死在外面，现在想进来蹭风水。这门是我开的，这地盘现在归我。往前一步，死！王爷，您醒醒，您千万别睡过去，睡过去就再也醒不来了。别费力气了，去你家小姐身边。这床被子，你们自己裹着。这儿有床被子，快，当家的，快抢过来！侄女婿，你别怪二叔心狠，咱们楚家总得留个香火。你已经是废人一个，这辈子就算是你为楚家做的最后一点贡献了。滚开！老大，您看里面那一家子，为了床破被子狗与狗呢。侯门贵树，呸！到了这绝境，连条护食的野狗都不如，让他们抢，就算抢到了那床破棉被，有个屁用！今晚这雪要是下不停，明天一早咱们就能进去收几座冰雕了。等收了尸，把他们身上的首饰扒下来，咱们哥几个去镇上好好喝一壶。小姐，奴婢没用，奴婢没守住王爷的被子，被二老爷他们抢走了。你想干什么？楚宁，我告诉你，我是你二婶儿，这被子本来就该我们盖，
你要是敢动手，我就去外面喊差爷治你呼啸之罪。抢，好啊，那你们就裹紧点儿。根据热力学原理，这种劣质棉絮在零下30度且没有外部热源的情况下，保温效率几乎为0，人体的热量会被周围的冷空气迅速抽干。这床被子唯一的用处，就是让你们的尸体在明天早上冻僵的时候，能保持一个比较体面的姿势，留着当你们的裹尸妇吧。我不抢。楚宁，你去求王彪，你长得不错，只要你肯低头，他会让你去火堆旁烤火的。别管我了，我是一个被废了武功的废人，双腿已经坏死，心脉也被寒毒侵蚀，我只会是个拖累。趁我现在还有最后一口气，你拿我头上的这根白玉簪去讨好差役，换条活路吧。求人，用美色换活路。萧寒尽，你给我听好了，老娘的命向来只掌握在自己手里。我不信神，不求人，我只信科学和我手里的图纸。我费了那么大劲儿弄开那块破石头，把你拖进来，不是为了听你在这儿交代遗连的。没有火堆，没有棉被，老娘自己造。小桃，眼泪收起来。人在极寒环境下流泪，会加速面部热量流失，导致冻伤。现在，立刻听我的指挥干活。是，小姐，奴婢该怎么做？这是上好的粘土，虽然冻硬了，但只要敲碎，就是最好的保温隔热材料。你去把店内所有能找到的干草、碎砖头全都搬过来。另外，用我给你的打火石，把那几块烂木板点燃，不用火太大，能融化一点外面的积雪就行。我要和泥。小姐，和泥？我们要泥巴干什么呀？造一座连皇帝老儿在京城都没享受过的连通式大火炕。水开了，小桃，倒进黄泥里，快！趁着水还没结冰，立刻搅拌。小姐，这泥巴里面为什么要掺这么多干草呀？而且您还让我把那些烂麻绳都剪碎了拌进去，这能结实吗？这叫复合材料强化。纯黄泥干了以后容易开裂漏烟，但加入干草和麻绳纤维，就相当于给混凝土里加了钢筋，它的抗拉扯强度和韧性会成倍增加，保证这火炕烧到80度都不会裂缝。什么复合材料？什么强化？底座打好了，小桃拿砖。热力学的核心在于能量的转化与停留时间。如果烟道是直的，柴火燃烧的热气很快就从烟囱跑出去了，热量利用率不到20%。但我现在砌的这种 S 型折返烟道，能让高温烟气在炕体内部来回绕行3次，最大程度的将热能传导给上方的泥板。小姐，上面怎么封口呀？咱们没有那么大的平石板啊。谁说必须用石板？老娘今天给你们表演个悬空倒板。最后一步，排烟系统。记住，烟囱的口径必须比进风口小，这叫伯努利原理。利用外部风流经过强冻时产生的负压效应，也就是抽风机原理，才能把烟气强行从这迷宫一样的烟道里抽出去，绝不往屋里倒灌一点烟。
攻城竣工。小桃，点火试运行。不冒烟了，小姐，真的全吸进去了。废话，完美的流体力学设计。要是导烟，我中建一局总监段的牌子今天就摘了当柴烧。好烫！小姐，这泥巴块竟然是滚烫的，简直就像个大火炉。放开我自己！给我闭嘴！想死等老娘奸完成你再死。现在你是我的重点看护对象。小姐，活过来了，我们真的活过来了。冷，当家的，我感觉不到我的脚了。那个贱丫头，他们在正殿里，怎么连一点声音都没有了？是不是已经冻死了？该死的贼老天，这雪怎么越下越大？火要灭了！老大，再这么下去，今晚死在这儿的恐怕是我们啊！等着吧，等明天天一亮，里边那个狂妄的侯府千金，还有那个废人战神，肯定冻得比石头还硬。好好冻着吧，人渣们。明早才是老娘正式收割你们的开始。攻城竣工。小桃，点火试运行。不冒烟了，小姐，真的全吸进去了。废话，完美的流体力学设计。要是导烟，我中建一局总监段的牌子今天就摘了当柴烧。好烫！小姐，这泥巴块竟然是滚烫的，简直就像个大火炉。放开我自己！给我闭嘴！想死等老娘奸完成你再死。现在你是我的重点看护对象。
感觉不到我的脚了。那个贱丫头，他们在正殿里，怎么连一点声音都没有了？是不是已经冻死了？该死的贼老天，这雪怎么越下越大？火要灭了！老大，再这么下去，今晚死在这儿的恐怕是我们啊！等着吧，等明天天一亮，里边那个狂妄的侯府千金，还有那个废人战神，肯定冻得比石头还硬。好好冻着吧，人渣们！明早才是老娘正式收割你们的开始。明早才是老娘正式收割你们的开始。当家的，我不行了。吃娘贼，冻死老子了！都给老子起来！太阳出来了，去正殿把那侯府千金和废人王爷的尸体拖出来，扒了衣服首饰，咱们赶紧进城找个暖和地方喝口热汤。我操！什么妖法？你们，这不可能！这屋里怎么跟蒸笼一样？那是个什么怪物？早啊，王钗头，这叫火炕，属于现代热力学造福人类的基础设施。怎么，昨晚在外面看雪景看得很尽兴吧？热气，是热气！老天爷啊，里边是暖和的。楚宁，好侄女，我的亲侄女啊，快让二婶进去烤烤火，二婶要冻死了。你二叔和你弟弟快不行了，我们是一家人啊，你不能见死不救啊！侄女儿，二叔错了，昨天是二叔不对，二叔不该拿那床被子，你快让我们上那个冒热气的泥台子吧。想动手，你们可以试试。这火炕的内部结构复杂无比，只要我随便抽掉一块承重砖，里面的高温烟气就会瞬间倒灌进屋里，不到半盏茶的时间，所有人都会一氧化碳中毒死在这儿。谁想拉着大家一起陪葬，现在就可以拔刀跨过这道门槛。楚大小姐说笑了，咱们可是奉旨押送，怎么会伤人性命呢？那啥，外头实在太冷了，你看能不能让兄弟们也进去沾沾光？想上炕可以，但在我的地盘，资本不相信眼泪，只相信真金白银。现在正式开始营业 ，VIP 至尊火炕位，按时辰收费，1个时辰每人50两银子，或者等价的黄金首饰。没钱的拿3天的口粮换半个时辰，过线的交费，交不起的滚回雪地里去。50两1个时辰，你怎么不去抢？你这个没良心的白眼狼！我是你长辈，你竟然问我要钱！长辈，昨晚抢我夫君棉被，咒我们死的时候，你怎么不提你是长辈？市场规律就是供求关系决定价格。现在极寒卖方市场，50两我已经是给你们打折了。小桃，关门！别关门！我给，老子给还不行吗？这是哥几个2个时辰的炕位钱，让我们上去。小桃，验钞。王钗头是个痛快人，右边靠近灶口最暖和的位置归你们了。王钗头是个痛快人，右边靠近灶口最暖和的位置归你们了。我也给，楚宁你别关门。金簪子算80两，玉镯子算100两，凑合吧。小桃，让他们上炕，计时开始。不，王爷，我不缺钱，我只是在为我的下一项超级工程筹集资金。这破庙太烂了，接下来我不仅要让你站起来，我还要在这宁国他的冰天雪地里，手搓一座连雪狼和10万大军都啃不动的钢铁堡垒。
复健的初期最急急躁，你的肌肉萎缩严重，现在的重点是恢复血液循环和神经末梢的感知，每天最多弯曲30度，超过这个极限，一旦造成肌肉纤维2次撕裂，神仙也救不了你。楚宁，你到底是什么人？侯府的深闺养不出你这样懂奇淫巧技又杀伐果断的女人。王爷，王爷，这世上你不知道的事情多了，你只需要知道，我现在的身份是你明媒正娶的夫人，而我最大的爱好就是把所有看不顺眼的废墟推平了重建。该死，血荷再超标了。这破庙的木质结构早已经被重铸腐朽，现在的静力承重已经达到了极限。左侧承重墙出现了45度角的剪切裂缝，这是典型的结构性失效前兆。不仅是屋顶要塌，楚宁，你听外面的风声里，雪狼，是宁古塔后山的雪狼群，他们闻到我们这儿的人味儿了。哟，还没死局呢。本军爷还以为今天带兄弟们来只能捡几具冰雕了，这是什么邪术？本军爷还以为今天带兄弟们来只能捡几具冰雕了，这是什么邪术？这屋里怎么这么暖和？李白主既然来了，正好。按照大楚律令，流放犯人到驻地后，驻军需提供基础的修缮木材和工具。我们的屋顶即将被大雪压塌，我需要10根上好的红心木，以及斧头、铁锤等工具加固房屋。加固房屋？哈哈哈哈哈哈！侯府大小姐，你还以为这里是京城呢？在这北疆，木材就是军需，是用来修筑城防挡蛮子的，给你们这些戴罪之身的废物用，浪费！听见外面的狼嚎了吗？大雪封山，后山的雪狼群已经饿疯了，你们这破庙连个栅栏都没有，今晚就是狼群最好的口粮。军爷救命啊！我们不想喂狼啊！求您给我们几根木头挡挡门吧！想活命？行啊，把你们藏在身上的银票、首饰全交出来。还有这间暖和的屋子，老子征用了，你们所有人立刻滚到外面的雪地里去。老子高兴了，或许明天早上帮你们收个全尸。征用我的工程，李白主，我怕你有命抢，没命睡，没命睡。敬酒不吃吃罚酒的贱人！兄弟们，把门给我从外面死死盯上！是。老子今天就让你们在这破庙里眼睁睁看着雪狼是怎么把你们撕成碎片的！撤！完了，彻底完了！门被封死了，屋顶要塌了，外面全是雪狼，我们死定了！木材，谁告诉你们，盖房子挡野兽必须要用木材的？王彪，带着你的人，拿上你们的刀，给我把后殿的墙壁砸开一个豁口，冲向后山！楚大小姐，我的祖宗哎！外面全是狼，现在砸墙不是引狼入室吗？承重墙已经撑不过今晚，
木门也挡不住狼群的冲击。我们唯一的活路，就是主动出击，重塑防御，重塑防御。你们不是觉得我的火抗是妖法吗？今天我就再给你们变一个更高级的戏法。我要用这火抗的高温沸热，加上后山的石灰石和粘土，做一次高温煅烧。我要把那些冰冷坚硬的石头烧成泥浆，再让它变成比钢铁还要坚硬100倍的无缝城墙。断石为泥，这世上真有如此神迹？王爷，这不叫神迹，这叫水泥的降维打击。今晚我要让这群未开墨的畜生和那群贪官污吏知道，在绝对的现代基建力量面前，一切阴谋和利整都只是碰壁的笑话。进来啦！狼群要进来啦！楚大小姐，你刚才说砸墙？你刚才说砸墙？这他娘的是嫌我们死的不够快吗？闭嘴，动动你的猪脑子！今晚刮的是北风，狼群是顺着我们人味儿从南边大门扑过来的。后殿背靠陡峭的山崖，是风口的死角，也是狼群视野的盲区。想活命的，立刻给我砸开后墙！兄弟们，横竖都是死！听他的，给老子砸！青白石，黄粘土，老天爷都在帮我！王彪，带你的人用刀砍，用石头砸，给我把那些白色的石头敲下来。小桃，带楚家的人去挖那边的黄泥。快！我们只有半个时辰的时间。姑奶奶，这石头比铁还硬，怎么砍呀？姑奶奶，这石头比铁还硬，怎么砍呀？砍不动就等死，是把刀砍卷弯，还是被狼撕碎？你自己选。干！兄弟们，给老子挖！进来了！嚎什么？全给我过来！小唐，把白石头和黄泥按照2份石头1份泥的比例，全部给我砸成核桃大小的碎块。王彪，把你身上的羊皮袄脱下来。脱衣服？楚大小姐，这会儿冻死人的呀！我让你脱就脱。我要造一个风箱。听好了，煅烧水泥需要1000度以上的高温，普通柴火燃烧只有600度，完全不够看。王彪，你和你的手下轮流给我压这个羊皮囊，我要最大的风量，利用强制通风带来巨量氧气，让炉温给我冲破极限。压！给老子死命的压！门破了，狼进来了！小姐小心！楚宁，干你该干的事，干你该干的事。只要我还有一口气，畜生就休想碰你一根头发。谢了，王爷。接下来交给我。
小桃、王彪，把这些淬裂的树调捞出来，给我用铁刀、刀柄，用石头死命的捣，捣成最细的粉末，越细越好。这就完了？大小姐，就这堆灰能挡住狼？风一吹就没了呀！在你们眼里，这只是一堆灰，但在我的眼里，这是凝固时间的魔法，是人类征服自然的钢铁骨骼。欢迎来到混凝土时代。发什么呆？趁他兵要他命！王彪，把刚才搬进来的大石头给我堆到门洞上。小桃，上泥浆。小姐，硬了！老天爷啊，这泥巴竟然真的变成了石头！这泥巴竟然真的变成了石头，比城墙的夯土还要硬10倍！这破庙最多还能撑3天，雪如果不停，屋顶必定完全坍塌。3天，足够了。听好了，所有人，这破庙已经是个死局。接下来3天，我要在这座大殿内部，利用后山的矿石，浇筑一座全新的、能够抵御极寒和野兽的地窝堡垒。浇筑堡垒，这冰天雪地的，也要我们去挖石头和泥巴，会死人的！不干活，现在就死。我的火炕不养闲人，我的粮食更不喂废物。从现在起，实行全民军事化工程管理，每天的口粮和在火炕上取暖的时间，根据你们干活的工分来结算。多劳多得，不劳饿死。你为何要把屋顶做成圆弧形？平顶不是更省材料吗？平顶不是更省材料吗？这叫拱壳结构，在没有钢筋的条件下，纯素混凝土的抗压能力极强，但抗拉伸能力极弱。圆弧形的拱顶能将上方积雪的重力极其完美的转化为向下的压力，顺着墙壁传导到地基上。别说是雪了，就算是一头大象站在上面，它也不会塌。外墙浇一层，留出半尺的空隙，然后再在里面浇一层内墙。空隙里给我填满碎干草和木炭灰。压实。大小姐，中间留个空心填草，这墙能结实吗？这是你们这群土鳖永远不懂的双层中空保温墙。空气和松散的干草是极热的不良导体，这半尺宽的隔热层能把外面零下30度的寒气死死挡在外面，同时把火烫的热量完美锁在屋里。这就叫物理保温的极致。没死。这灰泥巴造到的房子，竟然连房梁都砸不垮！活下来了，我们有家了！活下来了，我们有家了，再也不怕雪和野狼了。楚宁，我萧寒烟这辈子从不欠人，你救我一命，造了这座城，等我双腿恢复。是雪狼，他们又来了，而且听声音不止10几头，赤毛有上百头。完了，整个宁武滩后山的狼群全都下山了。
把堡垒包围了。来得好，水泥的抗压强度我已经测过了，正好，今天就拿你们这群畜生的脑袋来测一测老娘这中空保温墙的抗撞击韧性。来了，他们扑上来了！菩萨保佑，佛祖保佑！大小姐，这泥巴墙真的能挡住这些畜生吗？这泥巴墙真的能挡住这些畜生吗？他们要是把墙刨空了怎么办？刨墙，随便他们刨。我用的这批物料，虽然因为温度限制，只能算早强型硅酸盐水泥，但加上了高密度的河沙与碎石，它的抗压强度至少达到了现代标号的 C30级别，末世硬度远超他们那点可怜的骨骼。别说是几百只肉长的爪子，你就算给他们每只狼发一把铁镐，他们刨到明天早上，也最多只能在这墙上留下一层白印。这叫材料学维度的绝对碾压。好一座坚不可摧的不落之城。楚宁，你的这手泥巴，若是用在边关城防上，大楚的将士每年至少能少死数万人。那也得看我心不心情好。大楚的江山与我何干？我建这座城，只为我自己，顺便护一下你这个还没过保质期的残疾战神。小姐，他们爬到屋顶上去了。小姐，他们爬到屋顶上去了，上面传来了刨土的声音。塌了！等他们把屋顶压塌，我们全得死！楚宁，你不是有妖法吗？你快把他们赶走啊！拱形结构最不怕的就是重压，他们在上面蹦迪都没用。不过，既然这群畜生这么执着，我不送他们一点现代工业的回礼，倒显得我不懂待客之道了。王彪，去火炕的灶台上，是，把那锅烧开的水端过来。小桃，把我之前让你留下的那些没有掺沙子的生石灰拿过来。王差头，拿着你们的刀柄，顺着这4个孔洞，把这锅生石灰强碱泡水给我用力泼出去。泼完之后，拿长矛顺着孔洞给我狠狠的捅。好嘞，兄弟们，让这群畜生尝尝咱们楚大小姐的神仙水！给老子狠狠的捅！赢了！我们竟然在宁古塔上百头血狼的围攻下活下来了！楚大小姐，不，王妃娘娘，您就是活神仙啊！行了，别嚎了，把血迹清理一下。外面的狼尸都冻硬了，那是极好的皮草和肉食。明天一早出去捡装备。现在睡觉。白总大人，昨晚那狼嚎声响了一整夜，估计破庙里那几个人连骨头渣子都不剩了吧？哼哼，废话，那门早被老子封死了，死了好，死了干净。尤其是那个废人萧寒景，京城那边可是许了重金要他的命。等会儿过去
找个麻袋把那些碎肉一装，咱们回去领赏。至于那个能造暖和屋子的娘们儿，可惜了。不过咱们刚好接手那个冒热气的地盘。哈了，老天都在帮我们，直接砸成肉泥了。那他娘的是个什么鬼东西？装神弄鬼的泥巴墙，给老子碎！早啊，李白总。听说你今天大清早带这么多人来，是打算帮本王妃收尸的？这不可能！就算是京城最坚固的青砖城墙，老子这一刀下去也能劈出个印子。你这是妖术！妖术，李白总，你的无知简直令人打笑。这叫硅酸盐凝土，简称水泥。它的末世硬度远超你们那些一烧就脆的破青砖。别说是你手里那把，你就是推一门红衣大炮过来，也只能在上面砸个浅坑。臭娘们儿，少在这儿装神弄鬼！老子管你什么水什么泥！你一个流放犯，竟敢私造堡垒！来人啊，把他给我拿下！这屋子里的金银财宝，还有这挡风的腰宝，全都是咱们兄弟的！李恒，你可以再往前走半步试试，下一根骨头顶穿的就不是你的红缨，而是你的咽喉。你不是被挑断了手脚筋，变成废人了吗？怎么可能还有这么可怕的臂力？李白总，收起你那点可笑的杀人越货心思吧。京城那些仇家悬赏我们的人头，顶多给你几千两银子。但如果你有脑子的话，就应该好好看看眼前这座墙。宁古塔的冬天有多难熬，蛮族进攻有多凶猛，你比我清楚。你们边关每年修补那破木城墙和夯土墙，要耗费多少人力物力？蛮族铁骑一个冲锋，你们就要拿人命去填。如果我没猜错，上面拨下来的修城款，大半都进了和你上级的腰包，导致城防形同虚设。城门一破，你觉得你那颗脑袋还能在脖子上待几天？你到底想说什么？用这套造墙的技术做交易，我可以把水泥的制造配方和浇固工艺卖给你们。你想想，有了这东西，你们能在极短时间内造出一座连10万蛮族铁器都啃不动的钢铁雄关，刀枪不入，水火不侵。这等不世之功一旦报到京城，你李恒还会是一个屈居在这古寒之地的小小百种，你们将军封侯拜相都不在话下。你真的愿意把这神石的配方交出来？交出来？不是交易。我是个商人，做工程从不免费。第一，这破喵方圆100里的荒地和后山的矿脉，从今天起归我个人所有。我要你们将军自盖上军印的红印地契。第二，从今往后，所有发配到宁古塔的流放犯和无家可归的流民不入军屯，全部划归我的名下管辖。我要他们的人身控制权。你们驻军每个月必须向我提供足够的粮食和铁器。作为我技术指导的报酬。你疯了！100里地，还要流民的管辖权？你这是要在这宁古府划地称王吗？
我哪怕把你抓起来严刑拷打，照样能逼问出配方。你可以试试。水泥的配方比例差之毫厘，妙以千里。煅烧火候的控制只有我懂。只要我死咬着不说，大不了鱼死网破。开春蛮族打过来，大家一起给这座城陪葬。用100里你们根本种不出粮食的废地，还有一群每天还要消耗你们口粮的流民，换一座不破之城和天大的军功。李恒，你算不明白这笔账吗？好，楚大小姐，你狠，真他娘的狠！楚宁，但我做不了主，这事儿我必须立刻上报我们将军。如果真如你所说，这配方能铸造不破之城，将军定然会答应你的条件。拿回去，让你们将军用大铁锤砸砸看。明天日落之前，带着盖了军印的地契和第一批粮食来换第一阶段的配方。带着盖了军印的地契和第一批粮食来换第一阶段的配方。晚1个时辰，合作作废。我们走。我的亲娘哎！楚大小姐，你竟然敢敲诈边防军，还要了100里的封地，您这是要造反啊！100里荒地加上流民，楚宁，你骗得了李恒，骗不过我。边关苦寒，荒地种不出粮食，流民更是巨大的消耗。你拿这些在别人眼里是累赘的东西，到底想干什么？王爷，在古人的眼里，没有良田就等于等死，但在现代工程学和农学博士的眼里，只要给我一块地，哪怕是盐碱地，我也能把它改造成绿洲。堡垒只是我们活下来的第一步，这叫物理防御。接下来，我要用这套覆盖整个地下的热力系统，在外面那零下30度的冰天雪地里，打造一片恒温20度的地热温室大棚。有了地，有了流民做劳动力，不出3个月，我不仅要让你吃上最新鲜的青菜绿叶治好你的内伤，我还要让这座原本饿殍遍野的宁古塔粮仓满溢，万邦来朝。将军，没粮了！连最后一批掺了沙子的陈化米，昨天也全部熬成米汤喝光了。将士们现在连树皮都啃不到了！将士们现在连树皮都啃不到了！京城那边的运粮队呢？朝廷3个月前就说拨发东粮，怎么连个运粮的影子都没见到？将军，弟兄们的牙齿都开始松动脱落了，浑身长满紫斑，连拉开弓的力气都没有。再这么下去，不用蛮族打过来，咱们这3万大军全得变成一堆烂肉，死在这冰天雪地里，外面已经压不住了。饿疯了的弟兄们说，朝廷已经抛弃了我们。还有人说将军您把军粮贪没了，甚至拿去换了那个流放女人的什么破泥巴配方。现在营里怨声载道，哗变就在这几天了。哗变？这1个月来，在营寨外围浇筑了一道半丈高的水泥矮墙，那玩意儿确实硬得像神石。可问题是，现在连熬过这个冬天的粮食都没有了，要这不破的城墙又有何用？钦差大人，您这个时候怎么出来了？半个月前，咱家冒着大雪秘密潜入的，带着圣旨。赵将军，别等了，咱家不妨告诉你实话。京城的运粮队根本就没出发，不仅是这个月，接下来的3个月都不会有1粒米运过来。为什么？为什么？皇上难道要生生饿死我们吗？放肆！皇上的心思岂容你妄加揣测？要怪，就怪那个被流放到你们这里的废物战神萧寒进。萧寒进虽然被废，但他当年在军中的威望太高，皇上睡不安稳啊，直接杀他，怕引起天下非议，所以皇上和首辅大人定下此计，断绝宁古土粮草。饥饿是能让人变成野兽的。
只要边关断粮哗变，饿疯了的士兵就会失去理智，去抢劫，去杀人。到时候，暴乱的乱军冲进那座破庙，把萧寒静和那个楚家嫡女撕成碎片，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乱军杀人，法不责众。萧寒静一死，咱家自然会向朝廷请命，立刻拨发粮草救济边关。赵将军，现在你明白该怎么做了吗？末将明白。去，到军营里去煽风点火，告诉那些饿得啃树皮的大头兵，他们本来有粮的，是那个流放来的侯府千金楚宁用妖术蛊惑了将军，骗走了他们活命的口粮，全都藏在那座灰色的怪房子里。去吧，让怒火烧毁那座堡垒。田北，注意火候，把3号烟道的阀门打开，保持热气循环。这1个月以来，我们利用要来的流民，夜以继日地进行建造、种植蔬菜，打造了一片地下菜园。主子，6号区的温度已经稳定在22度了。您配置的那个神仙图简直绝了！昨天刚播下去的种子，今天居然全都冒出了绿芽。那是经过高温发酵，混合了草木灰和动物粪便的有机腐殖土。有了地热管的恒温加持，加上高浓度的二氧化碳环境，植物的生长周期会被强制缩短1半。楚宁，恢复的不错嘛，萧王爷。这1个月每天1斤极品新鲜萝卜炖肉，没白吃。你的经脉修复速度比我预期的还要快10天。是你给了我第2次生命。楚宁，从我站起来的这一刻起，我的命，我的长枪，只为你一人而战。别搞这些封建迷信的笑中。不好了，主子，王爷出大事了！哗变了，边关大营断粮，几万饿疯了的士兵哗变了。不知道是谁在军中造谣，说我们这堡垒里藏着几万斤粮食。现在起码有5、6千个眼睛发红的大头兵，拿着刀枪，把咱们的堡垒团团包围了。他们说要踏平堡垒，杀了您和王爷，抢粮吃。京城的杂碎，竟然用断绝边关军粮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来逼反将士。拿我长枪来，我倒要看看谁敢动这里一根草木。拿什么长枪？对付一群得了坏血病的机密，动刀枪那是对现代农研科技的侮辱。对付一群得了坏血病的机密，动刀枪那是对现代农研科技的侮辱。不要慌，去，把最大号的竹筐给我搬出来，把地里那些最水灵、最脆生、最绿的萝卜和白菜全给我拔出来。哎呦，我的大小姐，这都什么时候了？人家是来杀人放火的，您拔萝卜干什么呀？难道用萝卜砸死他们吗？不，我是要用这一车反季节的绿叶子去买下这3万边防军的命。我要让京城那群自作聪明的蠢货知道，在绝对的粮食霸权面前，他们那点政治阴谋连个屁都算不上。走，带上我们的生化武器，开城门，迎客。冲进去，砸开这碉堡！将军贪没了我们的军粮，
全换成了金银送给这流放的妖女，里面藏着几万斤粮食，冲进去杀了他们，抢粮活命啊！是萧将军，闪神，是萧将军，闪神，他不是被废了双腿吗？他怎么站起来了？抢粮？你们连门都砸不开，还想抢粮？大楚的边防军，现在连当土匪都这么废物了吗？皮肤黏膜出血，牙龈肿胀溃烂，关节剧痛无力，这是典型的极度缺乏维生素 C 导致的坏血病。你们就算今天冲进我的堡垒，抢到1万斤陈年糙米，吃下去，不出10天，你们依然会浑身溃烂而死。别听这妖女妖言惑众，她就是想拖延时间。兄弟们，她不给我们活路，我们就跟她同归于尽！同归于尽？你们配吗？王彪，把老娘的生化武器给他们推出来，让他们这群土鳖睁大狗眼，好好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活路。是，主子。不可能，这绝对是妖术障眼法！这大雪封山的，怎么可能有活的绿菜？假的，全都是假的！甜的，是甜的，全是水，是真菜，活的真菜啊！将军，赏我一口吧，我牙齿全掉光了，我快要死了，求你给我一片菜叶子吧！活菩萨，战神显灵，王妃显灵啊！不许跪，那是妖女的毒药！起来，给我冲进去杀！给我冲进去杀！再有妖言惑众，图谋不轨者，这就是下场。为了绿叶，杀了他！睁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朝廷断了你们的粮，京城的狗官想要借你们华炼的手来杀我们夫妻，他们把你们当成了可以随时舍弃的耗材，但老娘不收废品。这一车蔬菜，只是我大棚里今早刚刚摘下来的，9牛1毛。在我的地下温室里，还有几万斤这样的白菜和萝卜，只要你们吃下去，你们身上的怪病不出3天就会痊愈。你们不是想活命吗？好，我给你们活路。从今天起，你们不再是大楚那群被饿得像野狗一样的边防军。这座宁古塔，这百里封地，我楚宁说了算。脱下那身破军服，来我的地盘，来我的地盘，
跟我搞基建，种大棚。顺我者，顿顿有肉有菜，在这极寒绝地，活得比皇帝还滋润。逆我者，立刻滚回大雪里去啃树皮等死！现在，告诉我，你们吃谁的粮，卖谁的命？吃王妃的粮，卖王爷的命，反了！这他娘的鸟朝廷，我们不伺候了！愿为王爷王妃效死！万岁！王妃万岁！战神万岁！报，钦差大人，全反了！万边防大军全被那个楚家妖女用一堆会发光的绿菜给收买了。大军正跟着战神萧寒剑朝着大营杀过来了。不可能！这大雪封山的哪里来的绿菜？反了！全反了！关寨门，弓箭手给我上墙，放箭，射死这群乱臣贼子！放箭呀！你们聋了吗？下面是哗变的叛军，他们冲进来，我们全得死。白总大人，您自己看啊，底下的兄弟们，他们手里拿的是什么？他们不仅没饿死，他们嘴里还在嚼着绿叶子啊！活的菜。大雪封山2个月，他们从哪里弄来的新鲜蔬菜？那女人的堡垒里，难道真的藏着神仙的菜园子？难道真的藏着神仙的菜园子？开寨门，迎战神，迎活菩萨地呀！你们这群反骨仔，咱家要诛你们9族！赵铁山，你死哪儿去了？快让你的亲兵把他们拿下呀！末将赵铁山拜见萧帅。末将无能，受京城奸栓裹挟，致使3万将士忍饥挨饿。末将死不足惜。受人裹挟，便可置3万同胞生死于不顾。赵铁山，你不配为将，念你抗击蛮府有过，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萧寒义，你想造反吗？咱家手里有皇上的密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若敢动咱家一根汗毛，就是形同谋反，皇上定会派出10万大军，将这宁古打夷为平地。还有你这个楚家的贱妇！黄土，老娘在这里建的每一座堡垒，种的每一颗白菜，用的都是我自己的技术和图纸。你们那个缩在京城龙椅上，连自己士兵都喂不饱的狗皇帝，也配在这儿跟我提所有权？
这破布拿去擦火炕，我都嫌扎手。王爷，这种饮血的狗，按照你们军法，是不是应该千刀万剐？五马分尸，亦不为过。饶命啊！王妃娘娘饶命！萧帅饶命！我们也是奉命行事啊！只要不杀我们，我们做牛做马报答您。杀你们？那太便宜你们了。人死了就是一堆毫无价值的蛋白质，浪费老娘的土地资源。我这人最见不得浪费。听好了，听好了，这几个吃兵械的贪官太监，死罪可免，剥夺一切政治身份，打入奴籍。王彪，在后山矿脉旁边给我圈一块地，建个石灰石开采厂和水泥煅烧窑。把这死太监李恒，还有刚才那些参与煽动的欠兵，全给我扔进去，给他们每人配一把铁锤。每天的基础任务是砸碎500斤石头，烧1000斤水泥路菜，完不成指标的不许吃饭，干得慢的直接抽鞭子。你们不是喜欢敲骨吸髓吗？老娘就让你们在零下30度的腐蚀厂里，给我的基建工程砸一辈子的石头，砸到你们骨头渣子都变成混凝土为止。将士们，从今天起，这枚虎符作废，大楚的边防军就地解散，取而代之的是宁古塔第1建设兵团。大雪封山算什么？敌人10万起击算什么？地下是拔地而起的重工业基地与坚固的防线，地下是拔地而起的重工业基地与坚固的防线。我要你们脱下沉重的破田甲，拿起铁锹和泥刀，我们要在地下挖出覆盖100里的温室农场。我们要在地上沿着这条漫长的防线，用钢筋和水泥浇筑出一道全长300里、高达3丈的不破长城。我要让你们每个人都能在冬天吃上新鲜的蔬菜，顿顿有大块的瘦肉。我要让这片被诅咒的宁古塔成为大楚皇帝连做梦都不敢想的钢铁神国。愿追随者上前一步。勇士们，大楚京城里的那个软骨头皇帝已经暗中派人给本汗送了密信，他不仅切断了宁古塔的粮草，还把后方的内关大门给焊死了。现在的宁古塔就是一座孤城。那3万边防军，估计早就饿成了一地白骨。那个什么狗屁大楚战神萧寒进，也成了一个连站都站不起来的废物。今天给本汗踏平边关，今天给本汗踏平边关，城里的女人、财宝全都是你们的！那是个什么怪物？我还以为蛮族的10万铁骑有多壮观，原来就是一群只会骑马的野蛮人。这大清早的来叫门，是赶着来给我的冷宝做地状测试的吗？王爷，京城那边前天送来的圣旨，你念给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听听。大楚皇帝诏令，废王萧寒季与罪妇楚宁拥兵自重，意图谋反，今紧闭内关，剥夺其一切军需粮草，生死与大楚再无瓜葛。萧寒进，你听到了吗？你被你的皇帝主子像狗一样抛弃了，你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别以为弄些灰泥巴堆出这么个奇形怪状的乌龟壳，
就能挡住本汗的10万体积。来人，把投石机和冲车给本汗推上来，给我把这泥巴墙砸个稀巴烂！放！这不可能！用冲车给本豪撞开城门！蠢货！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来偷。欢迎进入交叉火力死亡陷阱，全军听令！星芒两侧女强，弓弩手就位，给我狠狠的射！王妃神威，这水泥冷堡真的是无敌的！蛮子来啊！你们不是要踏平我们吗？有种再往里冲啊！那是个妖女，不，那是神仙啊！皇上啊，您到底招惹了一个什么样的怪物啊？大楚完了，大楚的江山早晚要被他用这灰泥巴给平推了。楚宁，蛮族士气已受挫，蛮族士气已受挫。我愿率3000铁骑出城掩杀，斩下完颜拓的狗头。王爷，别急，打仗与讲究的是成本控制。出城肉搏，哪怕赢了，也会有伤亡。我辛辛苦苦养出来的劳动力，可不是去给他们拼刺刀的。这初春的倒春寒，比隆冬还要冷。完颜拓虽然退了，但他不会死心，今晚必定会用人海战术强攻。通知后勤部，立刻将温室大棚地热管里烧开的废水全部引流到城墙顶部的排水槽里。既然这10万蛮子非要死磕，今晚老娘就给这座冷堡穿上一层冰封铠甲，让他们好好体验一下什么叫做冷兵器时代的绝对绝望。给我冲！今天就算是堆尸体，也要给本豪堆出一条上城墙的路。他们城墙再硬，也不过3丈高。天黑了，他们的弓箭手看不清，给我用云梯搭，用飞爪钩，后退半步者，杀无赦，杀无赦。300步，200步，100步。用身体顶住云梯底部，爬，给本豪爬上去！开闸，全线放水！烫死我了！
本抓不住啊！魔鬼，这是魔鬼的城池，真罚呀！长生天抛弃我们了！王爷，物理防御的极限测试已经结束，剩下的扫尾工作，也就是冷兵器时代的垃圾清理，就交给你了。我的要求只有一个，别让他们跑远了。那些人全都是我明年开春修路种地的上好苦力，给我全抓回来！夫人有命，莫敢不从。破城收网，我萧寒燕向你保证，今夜过后，宁古塔外再无蛮族之功！大楚战神是萧寒剑，是萧寒剑，他真的没废！严拓，留下你的首级。萧寒燕，给本豪去死！蛮族大汉已死，降者免死，便入劳役，抗拒者九族皆诛。报！宁古塔急报！废王萧寒静并未饿死，双腿已经复原。楚家罪女楚宁在边关筑起妖城，城墙如铁，水泊成冰，蛮族10万大军全军覆没。大汉完颜拓被萧寒静阵斩，大汉完颜拓被萧寒静阵斩，10万蛮兵全被收编为奴。你说什么？那赵铁山呢？钦差呢？他们3万大军是干什么吃的？回皇上，边关3万大军已经全部倒戈。萧寒静和楚宁拥兵10余万，在宁古塔自立为北疆王。他们传下话来，念，给朕念！臣妾在北疆开了个采石场，水泥窑日夜不休，尚缺几个砸石头的苦力。若皇上觉得龙椅坐得不舒服了，随时欢迎来宁北涛搬砖，计件发工资，管吃管住。